是一把键盘，而这也是一把键盘，而这还是一把键盘，甚至连这个也还是一把键盘。嗨，大家期待很久的离谱键盘第4期来啦！不得不说啊，咱们这个系列能做到第4期，屏幕前的每个小伙伴都有责任。像我们之前几期收到的键盘，要么是法老专属的埃及风，要么就是手工线人纯钛雕刻的真刻制化。而今天比这些还要有意思的键盘，我又收到了不少。那么老样子，门票也不涨价，收你2个硬币，学生5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年又有哪些神奇的键盘。首先，这第一个这个键盘，一开始我刚看到快递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是哪个小伙伴又买了黑神话的金箍棒啊，不是，这也太长了吧！是不是这把键盘比我当时在捷克买的那一把剑还要长啊？就是当时在捷克买的那一把剑了。不是，这真比这把剑还长啊！我的天！哎，你们说这玩意儿要是平时放在工位上面用，是不是平时按什么键还得让旁边的同事帮忙按一下呀？虽然之前在视频里面看过，但真的见到本体的时候，还是要比想象中更震撼一点的。然后我刚才数了一下，它这里一共63个键，一般这种60%的配列我们都叫紧凑型配列啊，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紧凑的是吧？已经凑成一条线了。它比起正常的键盘，它是少了一个 F 区，还有数字小键盘的。但这个其实还是很合理的。如果再加上 F 区的话，那可能我用起来我自己都得动一动了。那这一条键盘呢，其实是 B 站上面一位小伙伴串烧苹果自己做的，原型是来自谷歌在愚人节发布的棒子键盘。不过因为谷歌并没有真正做出产品，所以这位小伙伴就真的自己手搓了。而且当时我还在疑惑，哪来这么长的 PCB 板呢？嘿，人家直接用上最简单的办法，飞线飞就完事儿了。OK， 现在我们就打字试试看。一键，哎，打错了，我还要找一下这个删除键在哪，在这儿。OK。然后我发现，因为这个键盘的排布其实还是跟正常的键盘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其实上手没有那么难，就感觉打字好像在弹钢琴一样。哎，大家有没有玩过那种键盘钢琴啊？说不定这个真的很合适哎！我开个模拟器给大家看一下。你别说，感觉真的比普通键盘还好用啊！就是不知道这个用来打游戏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再试一下 CS 啊。我现在化身螃蟹，因为这个 W 真是太远了。差一点，我还在找键位呢。我的放杆键呢？这也行，我还拿了一个白子。其实还是蛮可以用的，就是它这个 W 要是能在这个 S 键上面的话，就更方便了。话说小时候你们会不会跟朋友一起玩什么双人黄金矿工啊、炸弹人之类的？2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键盘面前，当年要是有这玩意儿，别说2个人了，就是4个人也能装得下呀。那么这么一条既图一乐又有一点点实用的超长键盘，满分10分的话，你们会给多少分呢？接下来这一个是一位叫 Reason 的小伙伴给我寄的键盘。这光看外观就已经非常炸裂了，这我还得打码呀！这个上面应该全都是各位的2次元老婆了，看有多少小伙伴能把这些全部认出来的。然后他跟我说，这个键盘的外观仅只是皮毛而已，他说一定要我接上电去用，所以我倒要试试看这个键盘到底有多离谱，好吧？你脸红了。多了一个人声鼎沸啊！如果让你们给这个键盘打分的话，你会给多少分呢？那接下来的这一把键盘，我们需要先换一下视角。溜了。这就是要给大家看的超大键盘。
这是这把键盘的原型机，而这个大键盘是这把正常键盘的10倍大，我这个桌子都快放不下它了。我靠在这个超大键盘上的感觉，就像是 Meta 躺在我的正常键盘上一样。这一把键盘是黑峡谷联合开发，在2020年的时候推出的。和很多非卖品超大键盘不一样的是，当年它真的有对外发售，只要不到10万块钱就可以扛回家。而且最关键的是，这10万块钱你不是买一个超大手办回去，它是真的可以用的。所有的一切都和正常键盘一样。这个键帽居然也是可以拔下来的，还有这个轴体，它其实就是放大版的普通键盘，而且因为它很大嘛，所以说这里面的弹片都可以看得见。而且这么大一个键盘，甚至不需要额外供电，就这一个正常的 USB 给它插上，然后它就可以用了。哇，它甚至还有 RGB， 这也太离谱了吧！哎，它这个灯能不能同时亮啊？它这样子一闪一闪，是不是因为它供电不够啊？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按键的声音。这才是真正的弹簧音，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键盘是不是人类能操作的。我来用它整点游戏试试看。OK， 确认一下操作：左下右轻中重 SP Auto。那我们现在就进训练场熟悉一下。我这 Auto 轻怎么完了？ OK， 直接开一把排位。不是，对面也是这样呀！我的天，上来先干嘛呢？先蹲防一下啊！他跳入我，去把他！呜呼！什么都不会，先二，不堵他，他不会防空，他不凹吗？哦，这样给他缠死了，我什么都没看。 哎呀，完了，不会！我笑死！哎，刚那个还是太难了，试这个。哇，刚那个串键玩不了一点啊！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有了新的这个手台之后，我来试试看。 不得不说啊，虽然这个游戏体验确实有点难崩，但感觉真的超级爽，就有那种非常强的反馈感。唯一的问题就是有点太大了。要我说啊，如果把它的尺寸缩小到1/10，我觉得一定很实用，到时候应该每一个人都能用得上。那么这么一把超大键盘，满分10分的话，你们会给多少分呢？ 那么下一把，这把键盘真的很重量级啊！它呢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重，而是它的价值上面也很贵重。当当。 给你们看这里，它键盘边框这里手工雕刻了一整圈的图案。这个键盘同样是 B 站的一位 UP 主 HMW 杨教授受朋友委托，耗时3个月打造出来的。而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金色的部分？这可是真金哦！整一把键盘用了差不多5克的黄金。我们先不谈人工成本是啥的，光是这个黄金啊，这把键盘现在就得5000多块钱。哎，你们以为这就完事儿了吗？还有背面。 这块不锈钢的配重块居然也做了设计，细节真的超级丰富。带你们用显微镜看一下，粗的地方大概是这么粗的一个线条，可以看到这个线条最细的部分，甚至连1毫米都没有。你甚至可以看到它雕刻的时候那种一顿一顿的纹路，这也太精致了。不得不说啊，这把键盘应该是我见过的这么多的手工键盘里面最惊艳的一把了。那么这一把含金量超高的雕刻键盘，大家能给到多少分呢？ OK， 那么下一个，前面黄金键盘都有了，虽然没有实力给大家搞一个纯金的键盘，但是我给大伙搞来了一个纯金键帽。当当，这么小小的一颗，沉甸甸的。看一下它的证书啊，999千足金，足足有7.57克。 我买的时候是990的金价，再加上1500左右的手工费，这么一个小小的键帽，花了我9000多块钱。
还有个很好笑的呀，就我下单的时候，这个键帽的总质量说是8克，但我到手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只有7.57克？然后我就去问店家，结果店家跟我说多退少补哈，什么意思啊？要是我不问的话，他就不给我退了呗，这也太会做生意了吧！但别说啊，黄金这玩意儿以前觉得土土的，现在是越看越觉得好看啊！咱也是到了喜欢这种金灿灿的玩意儿的年纪了。唯一有点心痛的是，买它的时候金价还在高点，付完款的第2天它就一路狂跌，直到最近才又涨回来的点，属于是买了颗价值会实时波动的键帽了。除了我自己这个金色传说以外，还有一个我的设计师朋友 Brown Momo 给我寄来的，噔噔，真的超级无敌可爱，非常非常的精致。这里的每一个键帽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我真的好喜欢他这一个爱死机元素的这个键帽。而且它的细节非常的丰富啊，就比如说像这里的这个小熊，小熊里面的金牙都做出来了。而且我真的非常非常吃键帽这种半透明的设计，感觉它透光之后会非常非常好看。OK， 那我们下一个，这一些键盘都是我的好朋友尼里克斯给我寄来的。他跟我说，这些都是他工作室的小伙伴自己设计，然后用3D 打印制作出来的。噔噔，哎，还有配件，哈哈，拼起来之后怎么是个胖次啊？笑死，这个也太离谱了。然后你们看，它甚至连键帽上面都是小小的蓝色胖次。而且呢，它这里还有一把粉色款，你别说啊，这个看起来就低调很多了。如果这个腕托不放在一起的话，谁能想到这是一个胖次造型的键盘呢？我比胖次键盘更离谱的还得是这个。这么看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蘑菇头，但当你把它反过来的时候，哎，这不会是专门造给哆啦 A 梦用的吧？用的时候只需要伸出你的援助之手。而且哦，你看它里面这个 WASD， 它居然用的是标准配列，非常实用了，可以说是。那这3把外观离谱到极点的键盘，你们会给多少分呢？下一个，哇哦，这是一个猫猫分体键盘。真的太可爱了，这样子拿起来，哎，这2个猫猫就已经分开了。哎，这2只猫猫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我们合起来的时候，可以在背面看到，真的就像那个太极八卦图一样。中间是带一点磁力的，应该是放的磁铁。然后这2个猫猫也会互相卡住，就没有那么容易到处乱跑了。像我们这样拿起来的时候，基本上也不太会掉。不过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神奇啊，因为它本身是不带电池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插着电用。而且它有2个 C 口，本身还不支持数据传输，所以说你还得插上这个2.4G 的接收器。要我说啊，这种分体键盘还得适合那种 CS2 低迷玩家吧，用的时候就只用一半，然后鼠标随便乱甩，也完全不用担心碰到。但这把键盘我觉得很有创意的地方是，它的键帽也非常非常可爱。它每一个键帽都是猫猫的图案，有一些键还把猫猫组成了字母的形状，比如说这个 Q、这个 S， 还有这个 D 和这个 C 和这个 Z。然后这里还有个 Ctrl 键，这个真的好可爱。它还有猫铃铛，还有猫菊花。这把键盘真的太戳我的萌点了。那你们觉得这么一把可爱的猫猫键盘能打多少分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把键盘来历就非常非常特别了，因为它是一把由 Cherry 在90年代专门为路透社，对，就是你们经常听到的那个据路透社报道的路透社所定制的专业金融交易终端键盘。哎，没想到路透社还和金融有关系，对吧？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路透社就朝着多元化开始转型。当年的路透社不但可以为交易员们在第一时间提供各类新闻和金融数据，甚至还提供工具还有平台，让客户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来完成交易。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对吧？毕竟现在大家随便掏个手机都有不知道多少 app 能提供同样的服务。但在90年代的时候啊，绝大部分人要买卖股票都得打电话给交易所，或者是在交易大厅人工交易。也许你电话里面的话还没有说完，你的对手就通过这一把键盘抢先一步完成了交易了。所以这一把键盘不仅见证了路透社从传统通讯社向全球金融信息巨头的蜕变，也代表了1980到1990年代金融交易技术的最高水平。不过有点遗憾的是，我手里的这一把就连最基本的打字都没有办法用，所以我又借来了他的弟弟。
9039。它们俩除了一点点耐用性和电路设计上面的优化外，功能上面是完全相同的。你们看，这么大的一个屏幕，这么多按键，甚至还有 F24啊！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F 区这么多键的一个键盘。更夸张的是，这么多接口，这离谱好吧？旁边这里可以看到还有2个滚轮，它是用来调节屏幕对比度的。这个呢是用来调整声音的。而且这一把键盘也不是随随便便插个线就行了，它不但得用特殊的转接器转换成 USB， 甚至它还得连一个这么大的独立电源来供电。当它开机的时候还会有嘟的一声，然后上面这里的这些键呢，就是切换不同模式的。我们现在按一下这个 PC， 它就切换成了 PC 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它就跟我们正常的键盘是一样的。但如果我们点一下这个，它就会切换到计算模式，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键盘直接进行加减乘除开方。就比如说我们开方100，然后就可以直接按这个，噔噔，开方就是10，甚至它还可以自定义红命令。先给大家科普一下720是什么啊？假如你在街霸里面玩老桑的话，它的必杀技就是后下前上后下前上加一个重拳。OK， 那我们现在直接录入。首先呢，我们点开 Setup。然后进去里面，它就会让我们选择一个按键，比如说我们现在选这个 F17进行自定义，选了以后，它就会让我们给这一个按键自定义一个名称，比如说我们就叫它街霸。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键自定义成街霸里面的720，后下前上后下前上。OK， 那现在就已经录入完了，我们再按一下 F17， 可以把这一个操作给保存下来，开到这个键盘测试软件上面去试试看。我们现在按一下 F17。非常非常快啊，这简直！你看，现在游戏里面我跳过去就是一个大红按钮，吓不吓死人？当然啦，这把键盘最重要的还得是左边这块彩色的区域，这里面都是一些金融交易的功能键，每一个都对应着交易大厅里面的高频操作。就比如说这个 Open Orders， 就是打开当前所有未成交的订单列表；这个 Cancel Orders 呢，就是取消已经挂出的订单。我们来打个字试试看。大家感觉这个来自30年前的声音怎么样呢？想一想啊，也许在过去10几年的某一刻，这把键盘最初的主人就是用它在分秒之间完成一笔笔几十上百万的金融交易。那么这么一把充满传奇经历的键盘，你们会给多少分呢？接下来的这个键盘看起来普普通通，对吧？那这样呢？是不是超级酷？这把键盘是 Cherry 历史上唯一一款分体式人体工学键盘，在1995年左右发布，97年就停产了。因为生产的时间短，所以说产量也很少。当年的价格大概在2000多元，在海鲜市场上面，品相完好的价格也要1万元左右。然后它也不只是裂开这么简单，这中间的塑料还有这个弹簧都是可以微微弯曲的，再加上它这个底下有整整6个脚程，所以说你可以随便调整不同的高度。而且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官方是直接把这个使用教程刻在上面了，它告诉你这里一共有多少种变换的方式。就比如说它这里告诉你这2个脚呢就是0档，就是不需要打起来，这4个地方分别是2，也就是说把这个最高的脚程给掰起来。然后我们再需要把这个中间拉到15度到30度左右的样子，于是你就可以得到一把这样子形态的键盘。你别说，这打起字来非常非常符合人体工学，好吧？如果你觉得刚刚那样太高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直接就这么用，只利用它本身这一点点倾斜的度，其实也是够用的了。又或者是你只把这后面的脚程给抬起来，就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键盘去用，只不过它的高度更高一些。甚至说我一点这种倾斜角度都不想要用，那我就可以把后面的给关掉，把前面的给打开，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平的键盘了，就是有点晃哈。我真的不得不感慨一下，当年的 Cherry 真的有非常多独特的设计理念。那么这么一把设计独特的老键盘，你们能给到多少分呢？接下来的这一把键盘同样充满了传奇经历。Ignition sequence start。这把键盘呢，属于2006年左右的产品，同样是服务于像金融交易大厅，甚至是航空管制中心之类的专业场景。而且当年的售价大概在2万多人民币左右，啥概念呢？那个时候北京的平均房价大概是7000多，这把键盘能买快3平米啊！放到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15万的样子。而
而且它上面的这2排按键，每一个都是可编程按键，比如说快速打开 Excel 或者是某个网页，屏幕这里也会有对应的一个图标，按一下这上面的这3块屏幕就会切换画面。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现在的 Stream Deck， 只不过当年可能受限于各种技术，所以说做成屏幕和按键分离的样子。而这里的 WS1 到6的话呢，是用来切换不同服务站的，就比如说按一下这个，切换到火箭发射控制系统。2、1。这里呢，我也让大家来听一下20年前的键盘是什么声音。那么这么一把有可能出现在火箭发射中心的键盘，你们觉得可以给多少分呢？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这把键盘比前面的这些就现代多了，而且应该走的是那种多合一便携风。它不但有屏幕，还有2个 USB-A， 还有2个 Type-C 接口，甚至这里还有 SD 卡和 TF 卡槽。甚至我们抬起这个屏幕，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 M.2 的接口，你是真可以把这个键盘当成一个拓展物来用了。我们现在把它接到电脑上面试试看。这个屏幕的分辨率是1920×720，确实比较勉强，好吧。但是比较好的一点是呢，它甚至还自带音箱。能用的男人不是你的好兄。虽然这个音质有点图一乐，但你就说它响没响吧。这个键盘的手感倒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上不少，大键也没有什么弹簧音。不像有一些缝合怪键盘一样，功能虽然多，但是最基本的这个键盘功能就没有合格。但有一说一啊，我感觉既然是为了便携，那键盘也不用做机械键盘了，就做个薄膜键盘就可以了嘛。既然都有屏幕了，那不如再装一个 CPU 进去，这样出门在外随时随地都可以办公了。未来我还想再往里面塞一个显卡，那岂不是去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打游戏了？这个发明一定会很伟大，咱们要不今天给这个发明取一个名字？那么这么一把缝合了各种功能的键盘，你们会给它多少分呢？接下来的这个键盘和我们以前看的那些键盘都不太一样啊。以前呢，要么价格特别贵，要么外观特别奇怪。那这一把呢，特别的老，有多老呢？这一把键盘来自1984年，年龄比我都要大上一轮。这把键盘最早搭配的是初代麦金塔电脑一起的，知道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对苹果来说，初代麦金塔应该算是意义非凡的产品。它不但是苹果第一款面向大众的图形界面电脑，甚至很多现在的电脑操作逻辑也是由它诞生的。那电脑这么传奇，配套的键盘应该也不简单才对吧？那我们就来开箱看看。给我寄这一把键盘的小伙伴说啊，这个包装这么完整的已经非常难得了。叨叨。盒子里面总共就是一个键盘，还有一根连接线。不愧是苹果啊，在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注重环保了，是吧？ Only Apple can do. 而我刚刚说的这个非常特别的像电话线的这个连接线呢，其实是一个 RJ9 接口，也就是把电话听筒和座机本身连起来的那一条线。然后这把键盘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键。摁下去之后，真的就锁住了。这个大小写锁定键是真的物理意义上的锁定，这也太有想法了。而且说实话，有时候这个大小写锁定堪比插 U 盘，完全就忘记自己有没有锁上。这种物理结构上的100%不会切错，好吧？而这个键盘特别的地方，除了这个大小写锁定键以外，还有一个这个 Command 的键位。没错，苹果的 Command 键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一把40多年前的键盘上。当年我刚刚接触 Mac 的时候，最不适应的就是它了。没想到万恶之源这么早就已经出现了，哇塞！居然可以用，就有一种穿越回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那种感觉。除了克数比较重以外，它这个键其实按下去也没有很明显的那个段落感。然后它这个 Command 键跟现在的这个使用逻辑其实是差不多的 ，Command 加 C 它就是复制，然后这个 Command 加 V 就可以粘贴。Command 加 Tab 的话呢，它就是可以切换我们的应用的，切换到访达，再切换到这个地址簿。也就是这样一把看起来普通的键盘，陪伴着初代的麦金塔，一起影响着后世的个人电脑。甚至夸张点说啊，也许当年的某个工程师就是通过这把键盘确立了如今互联网的样子。那么这么一把来自40年前的键盘，你会打多少分呢？好啦，那么今天的键盘博览会到这里就结束啦。怎么样，这2个硬币的门票不亏吧？不知道你们今天最喜欢的是哪一把键盘呢？
今天看了这么多键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儿？科技似乎真的是一个轮回。现在的我们可能会对键盘带屏幕、带旋钮、有人体工学设计而感到痴迷。但当我们回过头看30年前那把鹿头式的键盘，或者是那一把分体式的 Cherry， 就会发现现在早就已经出现在过去了。几十年前的工程师为了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笔交易，为了能让人们更加健康的工作，绞尽脑汁地设计出了这些键盘。当时他们代表的是最先进的生产力，而到了今天，他们也成为了我们追求的个性。那说不定现在我们折腾的这些键盘外设 DIY， 在几十年后的人们眼里，也是一种充满浪漫的复古未来主义吧。那么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你们也想将自己手里的键盘出镜一下的话，可以把键盘的照片还有简介发送到这个投稿邮箱里面，说不定下一期离谱键盘就能看到你的收藏啦。最后，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Tilly，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